1935年8月12日，日本陆军统制派领袖、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被步兵中佐香泽三郎砍杀在办公室里。因为他认定永田铁山是逼退黄道派领袖真崎慎三郎的幕后黑手，永田铁山被誉为陆军最强大脑。有人认为有他在就不会发生太平洋战争，但是也有观点认为永田铁山才是日本昭和战争的祸源，把昭和日本推入战争深渊的正是他所构筑的国家总体战体制。1904年，永田以第1名的傲人成绩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与成绩同样优异且意气相投的冈村宁次和小田敏四郎被人并称为陆氏三羽乌。陆氏17期还有一位把永田铁山当作偶像，整天跟在他们3人屁股后面跑的学弟，叫做东条英机。陆氏只是军官仕途的入口，真正决定职位上限的是陆军大学校。陆大每期招收50-60人，能进入陆大的通常只占陆氏同期的1成左右。1908年，永田铁山轻松考入陆军大学校第23期。1911年，他以排名第2的成绩毕业，获得天皇赏赐的军刀，而同期第1名就是日后代表日本在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的梅津美治郎。像永田这样获得天皇御赐军刀的陆大顶尖毕业生被称为军刀组，精英中的领袖人物。陆大毕业的永田铁山为了鼓励和帮助连续2次在陆大的入学考试中落榜的东条英机，便和同期毕业的小田敏四郎拉上还在陆大苦读的冈村宁次，每周6晚上在小田家开设读书会来辅导他。这个家庭补习班也渐渐成为三羽乌针砭时弊、讨论陆军弊端的吐槽会。1915年，第1次世界大战正酣，永田铁山被派驻到中立国瑞典进行战争研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作为情报交汇的枢纽，得以让永田能够详细观察并记录第1次世界大战如何从传统的短期对决演变成极度惨烈的长期消耗战。他密切关注了1916年爆发的凡尔登战役与索姆河战役，这2场战役双方死亡人数超过200万，让他深切体会到现代战争的惊人消耗。同时，他也注意到战场上出现了许多改变战争形态的新武器：英军首次投入战场的战车，德军率先大规模使用的毒气，双方频繁出动的飞机。德国为了打破僵局而实施的无限制潜艇战，由此引发了战争连锁反应，促使美国在1917年4月正式参战。永田的观察并未局限于前线的军事交锋，他还敏锐地察觉到现代战争的胜败往往取决于后方本土的稳定与资源。1917年，俄国因长期战争导致国民厌战情绪高涨，最终爆发2月革命，我陷入混乱，并最终退出战局。这让永田意识到，国家若无法支撑战争的消耗，将导致内部政权的直接崩溃。同时，德国国内因为粮食严重不足而引发大规模罢工。即使在中立国瑞典，永田也亲眼目睹了被战争与俄国革命激发的劳工抗议与游行，让他深感国民意志与政治。1917年9月，永田奉命回国，他刻意选择了途经美国的路线。当时美国刚参战不久，他在美国亲眼看到了这个工业大国如何迅速且全面地将国家机器转入战争体制。这一步强化了他对总体战规模的认知。回到东京不久，他被任命为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专责总结这场欧洲大战带给我这2年多的细致观察。永田铁山得到了一个彻底颠覆传统日本陆军思维的结论：未来的战争将不再只是军队与军队之间的武力较量，而是国家经济、工业能力、化工产业、爱国教育、政治宣传等等所有国家要素全部投入的国家总体战。从现代战争的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结论，但永田的进一步推论却为昭和战争埋下了祸根。他认为，面对总体战，仅在战争爆发后才动手已经来不及，国家必须在平时就建立起完善的总动员体制，把全国的工业、财政、农业、运输、能源、劳动力全部编进一张为战争而设计的网络之中。为了让国民在意志上能与国家统一，能够承受极端的物资匮乏与战争痛苦，思想统治和舆论引导以及爱国教育也必须同步建构。经济不再服务于国民的生计而服从，不再培养公民而培养合格的士兵；媒体不再报道新闻而要传递战争意志。不止如此，日本资源贫乏，要在平时就撑起足以应付长期消耗战的工业体系，就必须往日本本土之外寻找稳定的物资供应地。这条思路日后直接成了陆军主导吞并满洲的理论依据，也是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起点。永田铁山并非一个战争狂热分子，他不像同代许多军人那样诉诸黄道大义和精神力量，他像是一个冷静理性的技术官僚。他的论证滴水不漏，结构严谨，
推论合理。然而正是这种冷静的合理性，让昭和陆军从一团冲动的火焰凝结成一座沉重的钢铁高塔。狂热可以靠时间冷却，靠失败清醒，但一套被工程师论证武装起来的体制，一旦运转就极难回头。要落实这套构想，光靠个人著述无异于纸上谈兵。永田铁山真正需要的是能够掌控陆军的权力中枢。可当时陆军人士被以明治元老山县有朋为首的长州藩，不是长州出身，再有才干的人也会遭到排挤和打压。比起推动总体战落地，他们更关注如何扼住人士的咽喉，守住权力的壁垒。世人因此痛批长州阀是将天皇的陆军变成了常州的陆军。1921年10月27日，第3次外派到欧洲短期考察的冈村宁次，在德国南部辽阳小镇巴德巴登的一家旅馆里关起门来密谈了一整夜。他们认为军队高层思想陈旧，体制腐败不堪，三人誓言要消除军中长州阀的专横，废除依赖出身背景的人事安排，在此基础上推动军队的机械化，并在平时就着手建立起国家总动员体制。结果3个月后，帝国陆军的缔造者山县有朋病逝了，引发了陆军高层权力的激烈争夺。参谋总长上原永作领导的萨摩阀向山县有朋指定的继承人田中义一发起挑战。1924年1月，青浦魁梧奉命组阁，请与他交情深厚的上原永作推荐陆军大臣人选。上原极力推荐他的得力心腹福田亚太郎，眼看着就要将陆军收入囊中，结果福田亚太郎的提名遭到贵族院的强烈反对。福田亚太郎在关东大地震担任戒严司令官期间，发生了宪兵大尉甘柏正彦虐杀左派人士的事件，担心由他出任陆相会引发革命党人的恐怖报复。更关键的是，好不容易送走了山县有朋，谁都不愿意又被上原永作领导的萨摩阀骑在身上。面临无法阻隔的困局，青浦魁梧只能将机会交给田中义一，而田中义一也深知此时的政治氛围对于藩阀人士的极度厌恶，于是推荐非常州出身、被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宇垣义成，这样既能消解藩阀专制的舆论，又能确保长州阀依然能够掌控陆军的核心权力。拥有更大野心的田中义一在隔年就脱下军装，成为政友会总裁，最大反对党的领袖。当时正值一战后，日本大众与知识界普遍弥漫着建军思想，为了迎合舆论，实现政治野心，这位陆军藩阀领袖竟然开始在背后支持宇垣义成推行裁军。自1925年5月起，宇垣义成一口气裁撤了4个师团、16处联队区司令部以及多所军事院校，涉及34000多人。剩下的军费被转用于建立战车联队、高射炮联队、飞行联队校。然而宇垣义成不愿意成为田中的傀儡，也想借由这场军改来获得主导权。他大量提拔非萨场出身的军中精英，将他们放到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关键位置上。山县有朋经营了一辈子的陆军长州阀被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人称为宇垣阀的新权力网络。可大规模裁军却带来更大的隐忧，34000多名遭到淘汰的官兵不仅颜面尽失，生计更陷入困境，对宇垣与军部高层怀有极深的怨恨，成为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此时不久前才调任到陆军省军事课的永田铁山敏锐地察觉到，这场危机背后正隐藏着向总体战转型的绝佳契机。在心思细密的永田铁山眼中，宇垣强硬的外表下实则沽名钓誉，他要借助这次危机，将这位手握军政大权的长官转化为自己推行国家总体战体制改革的政治工具。于是他向陆军高层提出了2项裁军的配套制度。第一项是配属将校制度，从裁撤名单中精心筛选出具备教育经验的中阶相校，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初中、高中，直到专门学校和大学，担任学生的军事教官。这群有指挥能力和战斗经验的军官就这样被寄存在教育体系之中，一旦战事爆发需要扩军，他们随时可以重回指挥岗位。第2项是青年训练所制度，瞄准的是16到20岁尚未达到征兵年龄的社会底层青年。这批人大多小学毕业后要么下地种田，要么进厂打工，他们是未来战场上最重要的兵员。青年训练所以被裁撤的下级官兵担任军事教员，对这批社会底层青年实施系统性的军事基础训练。为了吸引人主动参加，凡在青年训练所完成规定训练者，日后入营服役期可缩短6个月。永田铁山将这2项制度称为国民防卫的双翼，配属将校从学校渗透，锻造的是未来的社会领导层与预备军官。青年训练所从基层扎根，培养的是战时冲锋陷阵的主力。2翼合拢，便在全国适龄男性之间张起一张几乎无死角的军事训练大网。军队的纪律、服从与爱国精神，透过这2套制度，从营区直接延伸到校园，为能够动员全体国民的总体战做好了基础铺垫。只不过永田铁山的方案虽然很快得到了宇垣义成的肯定与支持，但是将现役军官直接安插进学校，以及强制底层青年接受军事训练的规划一出，立刻招致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与报社舆论的猛烈抨击。他们痛斥军部企图在校园内散布军国主义毒素，并将此计划定性为军阀对国民教育体系的非法侵略。为了解除社会对军国主义教育的疑虑，永田将这2
项制度重新包装为提升国民素质、培养强健体魄与社会纪律的爱国教育。他宣传培养优良士兵的过程，即是培养优良国民，强调国防是全体国民的主动责任，而非军阀强加，成功化解了部分来自教育界与社会大众的敌意。而面对掌管预算审批的党内政客，永田没有唱国防大义的高调，而是算了一笔经济账。他向政客们游说，青年训练所通过强壮体魄与军事纪律的培养，能为日本战后产业复兴输送比以往更加优秀、更具纪律且身体强健的劳动人口。此外，受训合格后缩短半年役期的优待，也能尽早将青年劳动力释放回工厂与农村，加速经济复苏。这套精明务实的国防即是生产力的论述，成功击中了党人政客的痛点，让他们在议会中转而大力支持这项提案。永田铁山的政治智慧与游说手段，成功获得了宇垣义成的赞赏和青睐，而宇垣义成也通过这次裁军，为其未来的政治抱负打好了基础。而永田铁山得到了回报，则是获得了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以准备未来总体战的行政实权。1926年，他被任命为国家总动员机关设置准备委员会的干事，在他的推动下，内阁设立了资源局，陆军省则新设了与军务局地位并驾齐驱的整备局，作为国家总动员的统辖机关。整备局之下又新设立了动员与统治两课，而永田铁山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初代动员课课长的位置。从巴登密约算起，永田只用了5年时间就跃升为掌握国家战略规划的军政中枢要员，成为推动国家向总体战体制转型的大脑。大脑需要神经与血管才能将意志传遍全身，于是，一张秘密人事网络开始构建。1927年1月16日，由三羽屋串联的一批陆军中层军官，在东京涩谷的一家名叫双叶亭的法国餐厅里举行了第一次正式集会，二叶会由此诞生。其实二叶会一开始并非要结党夺权，每月一次的聚会，最初不过是一群冷静考察事态，追求成为理想将帅的中间军官聚在一起培养品德，讨论军政时弊。早期的二叶会甚至被小田敏四郎形容为纯情无垢。几乎在同一时期，另外一批中间军官也聚集起来，也就是由铃木真一、武藤章和石原马尔等人组成的木曜会。木曜会的许多成员带有功利想法，急于在短期内获得名誉与地位，倾向于与政界、官僚甚至民间右翼势力接触。相比较二叶会的高尚情操，小田敏四郎很是瞧不上木曜会，可永田铁山却逐渐对二叶会的那种高远的理想感到不耐烦，有了将二叶会和木曜会合并壮大的想法。1928年6月4日，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策划下，奉系军阀首脑张作霖在奉天皇姑屯被炸死。河本大作是二叶会的灵魂骨干，由于对田中义一内阁在解决满蒙问题上的迟缓与不作为感到极度愤懑，于是决定亲自策划了这场震惊世界的暗杀事件。田中首相向昭和天皇承诺要召开军法会议，严惩涉案军人。关东军伪造现场证据，宣传这是国民党特务所为。应转任军事科长的永田铁山、人事补任科长的冈村宁次以及东条英机等人在内的二叶会核心，因为河本大作是出于国家的利益，才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如果公开审判并严惩河本，将会严重损害日本帝国和陆军的声誉，因此绝不能将真相诉诸军法审判。永田铁山让东条英机在暗中与木曜会进行串联，集体抵制对于河本大作的调查，施压时任陆军大臣的百川义则拒绝内阁严惩河本的要求。陆军最终仅以安保防卫松懈为由，对河本大作给予了强迫退役的行政处分，刑事责任完全免除。关东军原本想通过暗杀张作霖让满洲陷入混乱，以便进一步控制满洲，结果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怀着杀父之仇的愤恨，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在形式上完成统一，日本在满洲的处境反而更加孤立。但比这更深远的是，广户屯事件向日本陆军传递出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这要打着出于为了国家利益的名义，前线部队就可以擅自挑起事端，而军部中枢有自己人会帮忙兜底掩护。日本陆军那条后来被称为下课上的歪路就从这里起源。广户屯事件之后，二叶会聚会的频率从每月一次增加到每周一次。永田铁山为了合并二叶会与木曜会，指派陆氏第25期的武藤章担任两方串联的干事役，开始频繁安排两会联谊聚会，又让东条英机在暗中为两会的合并积极奔走游说。当得知永田铁山秘密推动两会合并时，小田米四郎愤怒地警告永田，二叶会是为了打破派阀专权而生，若与一群抱持功利思想的人结合，就会被反向利用，这将违背纯洁的初衷。对于小田弥四郎的指责，永田铁山当面一言不发，转身就利用职权将小田弥四郎为首的反对两会合并的二叶会成员从陆军中央分散调往地方任职。
1929年5月，二野会与木曜会正式合并为一西会。一西会网罗了日后改变日本走向的陆军高层，他们有组织地占据了参谋本部与陆军省的核心职位，渐渐成为实质支配陆军的昭和军阀。他们内部达成了一项极其危险的共识，决定追随河本大作的脚步，解决买猛问题。2年后，坂横征四郎与石原莞尔等人如法炮制，策划了规模更大的满洲事变。小田民四郎在一西会成立前夕就断绝了与永田铁山的联系，在他眼中，永田铁山已经从巴登的同志变成了玩弄权术的官僚，甚至在战后直言永田铁山才是昭和战争的元凶。两个同窗挚友至此形同陌路，而这道裂痕日后将在陆军内部持续发酵，最终演变成一场无法弥合的派阀对决。小田民四郎领旗的黄道派与永田铁山主导的统治派将以彼此为敌，水火不容，最终走向拔刀相向、你死我活的结局。我们下期接着讲。